就在前不久，一个不速之客狠狠地撞向了月球表面，而最令人屏息以待的是，我们人类竟然实时且亲眼见证了这场跨越太空的剧烈碰撞。这个月初，天文学家捕捉到了一道转瞬即逝却又异常明亮的月面闪光。这并非幻觉，而是一个小型的太空碎片，正以快到不可思议的超高速，在月球荒凉的土地上激起了猛烈的火花。这次事件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为它被地面的望远镜精准地逮了个正着。这种撞击直播为科学家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影像，让我们能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观感受宇宙间的暴力美学。专家们的初步分析将线索指向了著名的双子座流星雨。作为每年雷打不动的年度天文大戏，这场流星雨留下的细小碎屑，很可能就是这次撞击事件的始作俑者。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将深度剖析这一奇观背后的科学奥秘，看看这次撞击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如何揭示了月球周边那鲜为人知却从未停歇的太空活动。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科学探索，揭开月球背后的秘密。故事的精确时刻定格在世界标准时间2025年12月12日凌晨3点09分。那一刻，寂静的太空发生了一场无声的巨变。就在那个瞬间，原本灰暗的月球表面突然爆出一道清冽的电光石火。虽然光芒持续了还不到1秒钟，但足以在漆黑的太空中留下清晰的印记。这次惊人的发现归功于我们的机器人望远镜。在日常的月球监测中，这些敏锐的电子眼专门用于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天体活动。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次观测最罕见的地方在于它的及时性，也就是说，在那道闪光迸发的刹那，我们正好就在屏幕前注视着它。事实上，大多数月球撞击都是马后炮。科学家通常需要翻阅海量的历史录像，或者依靠自动软件逐帧筛查，才能在很久之后发现那些错过的闪光。但这一次，观测员是实时盯着屏幕目睹了这一切。这种运气，即便是干了一辈子的资深天文学家，也未必能在职业生涯中碰上这么一回。只能说，这次撞击发生的时机和方位都太完美了，简直是天公作美，给我们的探测工作铺好了红地毯。当时月球正处于新月阶段，撞击点恰好落在没有阳光照耀的暗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月面背影下，那一道亮光显得格外耀眼夺目。想象一下，如果是撞在向阳面，强烈的月面反光会像探照灯一样完全淹没这种微弱的火星，让我们从地球上根本无法察觉。听起来可能让人失望。初步分析显示，这个照射物体其实非常娇小，直径大概也就几厘米宽，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小石块。可别小看它体积微小，它在太空中的行进速度却是惊人的，每秒钟就能飞出几十公里。这是一种足以撕裂金属的毁灭性速度。在如此恐怖的动能加持下，即便是在微小的物体也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它亲吻月球的一瞬间，爆发出的强光足以被地面的我们监测到。通过对望远镜角度的精密推算和视频逐帧复核，专家估计撞击地点位于月球正面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朗格里努斯陨石坑的东北方。当然，要锁定那个精确到点的坑位还需要一些时间，因为研究员们必须排查观测角度误差、时钟偏差，甚至是仪器本身可能带来的视觉干扰。抛开这些细节不谈，单从观测本身来说，这次发现的科学分量是沉甸甸的。您可能不知道，
这是爱尔兰历史上第一次确凿无疑地记录到月面闪光，在整个不列颠群岛的观测史上，这也不过是第2次而已。考虑到月球广袤的面积，加上闪光又是那么转瞬即逝，想要在地球上成功捕捉到这种画面，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虽然从规模上看这只是次小摩擦，但它背后蕴含的科研价值，对于我们理解地月系统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闪光是观察小天体撞击频率最直接的窗口。如果不靠这种方式，我们几乎没法知道到底有多少太空流弹在不断袭击月球。咱们地球有厚厚的大气层做防弹衣，但月球却不同，它赤条条地暴露在太空中，没有任何缓冲来抵御或烧毁那些呼啸而来的碎片。无论是大如山岗还是小如沙砾，所有物体都会毫无阻拦地直撞地表，这也让月球完整地保留了每一次碰撞的物理证据。当流星体以高速吻向月球，那一瞬间，巨大的动能会瞬间转化为炽热的热能和耀眼的光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月面闪光。科学家通过精密计算闪光的亮度和时长，就能像侦探一样倒推撞击时的能量级，进而判断出那个神秘天体的大小、重量以及它冲过来的速度。随着这类数据的不断积累，我们就能建立起更加精准的太空模型，看清楚近地空间到底潜伏着多少这些乱窜的小天体。特别值得玩味的是，这次撞击发生的时点恰恰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骨眼上，正值12月中旬，这恰好是双子座流星雨最为活跃的爆发期。每年这个时候，我们的夜空都会被这些璀璨的访客点亮。熟悉天文的朋友都知道，双子座流星雨是出了名的稳准狠，它不仅强度高，而且流星极亮，是每年星空爱好者们的必看项目。不过，双子座流星雨真正迷人的地方，其实藏在它那与众不同的身世起源里。不同于大多数源自冰雪彗星的流星雨，双子座的母体是一颗名为法厄同3200的岩石小行星，它的身份更像是一个硬核的岩石怪胎。这个天体的脾气很古怪，平时看起来像小行星，可一旦靠近太阳，它就会像彗星一样，由于受热而不断向外喷吐碎石残渣。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喷薄而出的碎片逐渐在其运行轨道上汇聚成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太空碎石带。每年当地球穿梭进入这片碎片区域时，那些碎石进入大气层剧烈燃烧，就成了我们眼里的漫天流星。但您别忘了，地球并不是这条碎片长河中唯一的孤独旅者，月球同样也要经受这场考验。月球会定期闯入同一片危险海域，由于没有大气层保护，它只能赤裸裸地承受这些来自双子座流星雨的密集轰炸。经过测算，这次撞击的速度大约在每秒35公里左右，这个数字恰恰吻合了双子座流星雨碎片的特征速度。虽说目前还不能100%打包票，但无论是出现的时间还是飞行的速度，都强有力地佐证了它就是双子座流星雨的一员。这种实打实的观测案例，完美地验证了科学家们在纸面上推演了很久的那些理论预测。它向我们展示了流星雨不仅仅是视觉盛宴，更会对月球造成实实在在的打击。而且这种撞击的频率，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精确量化了。在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中，正是无数次像这样大大小小的碰撞，才把月球雕琢成了今天这副千疮百孔、满是陨石坑的模样。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这类观测能帮我们摸清那些肉眼难辨的微小流星体在太空中究竟分布的有多广泛。那些毁天灭地的大撞击虽然出名，
但其实这种小规模的骚扰才是太空中的常态，只不过它们实在太隐秘，极其难以被发现。每一道被确认的闪光，都是拼凑宇宙真相的一块拼图，让我们对这种微小却破坏力十足的碰撞有了更深刻的敬畏。除去纯粹的科学探索，这种监测对我们未来的实际生存也至关重要。特别是现在，人类重返月球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去月球盖房子、建基地、安放极其精密的科学仪器。想象一下，如果这些设备毫无防备地暴露在这些榴弹之下，后果不堪设想。哪怕是几厘米的小石头，由于速度极快，长期反复的撞击也会对月球基地造成严重的磨损，甚至导致系统彻底崩溃。只有摸清了这些太空暗器的威力有多大，来得有多勤，我们才能给未来的月球家园穿上最稳妥的防护服。说到底，这次的闪光事件再次给我们提了个醒：24小时不间断的月球监测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随着高清摄影、人工智能检测和全球联网观测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前那种靠运气捕捉的闪光，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有迹可循。我们可以预见，随着这套天罗地网的不断升级，这种罕见的发现将会变成科学研究中的常客。当然，我们的手段不止于地球，部署在月球轨道上的探测器也可以从高空向下搜索，寻找撞击后的蛛丝马迹。理想情况下，高精度的航天影像能帮我们找到那个新炸出的坑。即便这次由于物体太小没留下明显的伤疤，这种煤坑的信息本身也能帮科学家反向锁定撞击物体的尺寸上限。在科学家眼中，每一次月球撞击都是大自然免费为我们准备的物理实验，其能量之巨是地球实验室难以模拟的。碰撞就像一把天然的铲子，瞬间翻开月面下的古老土壤，让那些尘封亿万年的物质短暂地暴露在阳光和真空中，供我们研究。深入钻研这些细节，能帮我们理清月球到底是如何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副沧桑模样的。往大了说，这些闪烁的星火生动地展示了地月系统那充满活力甚至略带危险的互动本质。宇宙从未静止，月球一直都在默默地与周遭环境打交道。当地球在享受流星雨的浪漫时，月球却在替我们分担着那些致命碎片的洗礼。随着监测网越织越密，未来的天文学家或许能像对号入座一样，轻松地判断出哪一次月亮上的爆炸是哪一场流星雨送来的礼物。这不仅能帮我们画出一张精确的太空碎石分布图，更能让我们看清这些碎片是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与星球共舞的。往长远打算，这种系统性的监测其实是在为全人类的行星防御打基础。未雨绸缪总好过宁可绝井。虽说几厘米的小石头伤不到地球，但只有摸清这些小毛贼的习性，我们才能在将来遇到那些真正危险的太空巨石时，有足够的底气去应对。月球上那道转瞬即逝的微光，就像是在黑暗的宇宙实验室里突然划开的一根火柴，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原本悄无声息的剧烈的演变过程。它无声地宣告着月球从未老去，它依然在内太阳系无数碎片的不断雕琢与重塑下，缓慢而坚定地改变着自己的容颜。随着我们人类的眼睛越张越大，看得越来越远，这些曾经可遇不可求的偶然奇迹，必将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科学宝藏，带我们通往星辰大海的深处。